杨先生，是降头。你回去看看你太太的眼睛是否布满血丝，上眼白可有一条深黑色的直线，如果有，她一定是中了降头。我叫张乐民，是重案组的探员。自从我去南阳出差回来后，身边就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。今晚是警局元老彪叔退休前的最后一班岗，飞雪邀请我留下来一起替彪叔庆祝。约好人后，飞雪就给彪叔打去电话。喂，阿彪，记得今晚约了一起宵夜吗？记得，今晚一起吃宵夜。还有谁啊？在哪儿吃啊？他们说到强记大排档，大排档好吗？可就在此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个行为可疑的人路过，彪叔来不及挂掉电话，就上前询问：“先生，请停一下。先生，请你站住！喂，先生，站住！”紧接着，电话里就传来了拖拽尸体的声音。同事们感觉不对劲，急忙开车来彪叔巡逻的街区查看。突然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洒到了我脸上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彪叔居然被人挂在了树上。与此同时，妻子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告诉我儿子出事了。我急忙赶回家查看，妻子已经晕倒，儿子更是死状可怖。送到警局后，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。婴儿全身超过100个伤口，好像是被尖刀或钢针之类的利器刺穿，死因很有可疑。你信不信有降头？飞雪话音刚落，无数蛆虫就从伤口爬出。原来就在当晚，有个神秘人到我家偷走了我儿子的一缕头发，并且在附近施展了降头术。我非常气愤，于是便找来我的线人询问。线人告诉我，对我仇怨最大并且懂降头的只有林超。13年前我在抓捕他的时候，给他一枪爆头，结果从此他就失去了痛觉神经。到了晚上，飞雪来我家安慰我。你有没有留意档案室里的案件记录？很多还没有破案就关闭档案了，因为凶手不是人，或者根本没有凶手。彪叔的案子，凶手很可能是林超，但你儿子的案件就不合常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怀疑嘉宾和你儿子都中了降头。原来飞雪觉得害我家人的和害彪叔的不是一个人。就在此时，林超打来了挑衅电话，他担心我们追查到他的位置，留下一串数字后就挂断了电话。这串数字的前半段是彪叔的警员号，他肯定是要对后面这串编号的警员下手。可是我们还是迟来了一步，那名警员被人从楼顶丢了下来。我和飞雪立刻来到楼顶调查，可这里什么线索也没有。次日我又找到线人，想要逼他说出林超的线索，可是线人却一直嘴硬不肯说。就在此时，有人报案，在奸杀局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报警的是个老太太。我打开垃圾桶一看，原来是一具兔子尸体。在回警局的路上，飞雪又提到害我家人的可能另有其人，还要介绍一个大师给我认识。次日一早，我们就来到了青海上师家里。奇怪的是，上师居然要放生一块木头，但木头是死物，你把它放生？万物皆有灵性，万事皆有因果，砍不断，烧不成，必有因。随后，飞雪便把我遇到的怪事告诉了上师，上师就说出了中降头的症状和原因。你回去看看你太太的眼睛是否布满血丝，上眼白可有一条深黑色的直线，如果有，她一定是中了降头。下降头的人呢，不是为财就是为情，搞得要命啊！除非是为了一大笔财产，而你只不过是个普通警察，应该是为情啊。虽然中降头的人是你太太和儿子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啊。回家以后，我赶紧扒开妻子的眼睛检查，她果然是中了降头。随后我就把肥雪叫出来，说出了3年前我去南阳出差做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我认识了一个叫阿丽的女孩。什么意思？给你的。要钱的话，我可以给你；喜欢的话，把电话留下。我感觉阿丽很有性格，出差这几天就跟她住在一起。可很快就到了要离开的日子，在临走时，我承诺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回来看你。结果我回家以后就把她给忘了。北雪觉得我家人中降头跟那个阿丽有关，随后我就把妻子带到青海上师这里解降。
上师和降头师斗法以后，妻子吐出了许多毒虫，我立刻检查他的眼球，降头果然被解，我非常开心。可上师却一脸凝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冲了进来。上师让我们赶紧离开，并嘱咐道：要用铜盘放一盆水摆在窗前，水里放一把铜剪刀，剪尖向外，这样就能解降了。真将是解了，但是刚才我破降之后，我看见一个飞头，如果对方练成了飞头降，恐怕我帮不了你了，可能连我自己的性命也难保。什么是飞头降？飞头降是降头术里最厉害的降头，降头师利用符咒自身下降，让自己的头可以离身飞行，变成一只吸血鬼。他下降的功力会因而倍增。我不知道如何解飞头降，但所有降头都要在降头师死前破解，否则他一死，这降头就永远破解不了了。回家以后，我就按照上师所说摆下铜盆，并且打电话让同事帮我查了最近3年有没有叫阿丽的从南阳过来。没有。对，没有。好，谢谢。很快，飞雪就查到了降头师的线索。可当我们进屋后，只看到了他做法的祭坛，并没有人。可在一面墙壁上，我居然看到了阿丽的相片。我顿时想起跟阿丽在一起的那几天，有个满脸麻子的电灯泡。我回家以后，惊恐地发现妻子中的降头居然又回来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先把他送进医院。随后，我便和肥雪来到了线人家里。果然，林超在这里。肥雪控制住线人，我冲出去，在巷子里抓住了林超。就在此时，肥雪也过来支援。我们只好先把林超抓回去审问，可是没有了痛觉神经，怎么审林超一个字也不肯说。我只好单独审问林超，林超才说出了我妻子中的降头。你老婆中的真降只是前奏，有的更恶毒。你见过人头这样飞出来没有？最初那头会连着内脏，吸过了血就可以隔空飞头杀人。练飞头降的人就是在玩火。你要求神拜佛，叫他别死，他一死，那降头就会跟你一辈子，直到你死为止。你能解飞头降？只要是降头。为了救妻子，我就给林超伪造了一份特赦令。可是，在我带他走的时候，还是被好兄弟肥雪撞到。他也知道我的苦衷，并未阻挡，但是肥雪还是不放心我，就在我的车上按了定位器。与此同时，那个降头师找到了我的妻子，并且把我在南阳邂逅阿丽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当我赶到医院时，降头师已经离开。妻子对我的不忠非常气愤，可我为了救她的命，还是把她强行带走。而这一切全都被降头师看在眼里。很快，我们就来到了林超的秘密基地，这里下降头的材料应有尽有。他告诉我，将五毒放在一个罐子里，然后把罐子埋到十字路口中间，只要等2个小时，五毒就会剩一只，这一只就可以作为解降的蛊虫。可就在我等待五毒分出胜负的时候，林超趁着喝水的机会拔掉了阿莲的头发，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下起了降头。另一边，我打开罐子一看，五毒就剩下了蜈蚣，于是赶紧向回赶。与此同时，肥雪也跟踪到了这里。我刚进屋就被打晕，原来是阿莲已经被林超控制。很快，林超就拿到了手铐钥匙。肥雪赶到时为时已晚，阿莲已经被他劫持。站住！放下枪！站住！放下枪！我叫你把枪放下！我叫你把枪放下！是不是要打死他？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不讲武德的林超直接一枪打中了肥雪的要害，我被枪声惊醒，与林超搏斗在一起。林超故技重施，用法术控制阿莲攻击我，可我还是顶着攻击抢下了地上的枪。拿到枪以后，我立刻打爆了林超施法的手。此时阿莲也清醒了过来，我急忙过去查看，发现肥雪已经断气了。我本来想要干掉林超给肥雪报仇，可又想到只有他能给阿莲解降，我决定再给林超一次机会。罐子拿回来了，只剩下一条蜈蚣。你现在把里面的东西混在一起磨成粉，然后怎么样？去找石油放进去，把五毒炼成蛊。哪有石油？我现在没有。你没有？你知道石油多值钱？有我也卖完了。哎，那边不是有具尸体吗？为了阿莲能活命，我只好牺牲好兄弟。现在再加点精血在石油上，现在只有血，还有精呢。然后怎么样？倒进下把的尸油里，再把五毒粉倒进去搅匀，做解降的药引。等降头反噬下降的人，这碗呢？没用的啦。听到自己被耍，非常气愤，就要给林超爆头。就在此时，居然飞来了一颗脑袋。原来他就是阿丽身边的舔狗。
他整天守在阿丽身边，阿丽却为了等我郁郁而终，所以他要来报复我。就在此时，林超摆脱了束缚，那颗脑袋居然扑上去咬住了林超。很快，两人的血液就碰到了刚刚熬制的尸油，两人都被反噬化作了脓血。我急忙检查，发现阿莲的降头真的解了。可就在此时，我突然感觉心脏剧痛，一段记忆顿时浮现。你在画什么呢？不告诉你。如果真是降头的话，那多久才会发作？那就视乎降头师所念的咒语，有的立即发作，有的2、3年后才发作。原来我早就中了阿丽的降头，只是他的降头要2年后才能发作。看来我真的要和阿丽在下面相遇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